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奥西里斯联赛第9赛季8强的联盟之一75 DC 来接受这一次的采访。Hello， 大家好，我是2975的小主，我是负责2975的联赛的防守路的那个 DA Defense 还有中路。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2975的楼兰，我主要负责是2975的一些策略以及总体的一个指挥规划。介绍你们团队的名字，要怎样跟新的玩家介绍你们的名字，然后你们的团队名字有什么意义？我们联盟是75 DC， 但是我跟楼兰都是后来才加入的，所以我就问了他们联盟的一些老成员，他们说75 DC 的名字由来是之前他们开始打出好成绩，好像是 S7 的联赛的时候，他们拿了一个冠军。那个时候刚好出了一个登峰的皮肤叫 Dynastic Conqueror， 就是我们平常照的那个火锅皮肤，所以他们就用了那个皮肤，就一直在打那个联赛啊。很多成员都是拿到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皮肤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联盟，算是一个上阵吧。如何介绍你的团队成员？你的团队是由什么结构构成的？就比方说有一些新的玩家、旧的玩家，还是有些特别的玩家曾经来自过哪一些比较强大的王国之类的？联赛队主要是由华人跟越南人为主的然后分工安排是我们华人是负责防守路的，越南人负责进攻路的。然后2975的越南人就是本来就是2975的是成员，但是我们上一季打那个联赛的时候就16场就出局了，他们都是一些留下来对2975不离不弃的一些越南的好兄弟。华人那边就是我就在打完上一季联赛以后，就跟一些好朋友说有没有兴趣再来我们2975，我们可以组建一个越南人跟华人一起打的团队，所以组成了现在的2975。然后指挥团队就是由我还有楼兰还有 Wills， 另外进攻路就是 Daniel 跟 Prince 组成的。成员其实主要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些，比如说一直就全身心投入训练，以及把整个队伍的调控交给我们的国王高汉以及 PK Pinet 帮助我们协调成员的 Daniel。 当然肯定得介绍组织起这一个队伍的就是教主七色。我们华人路这边其实有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不同的王国，很多王国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说以前战狼2244的一些顶级成员，比如说 Ricky、小三、雪兔、龙魂、1921信念的传承者，像 Low 悠悠他们，可能在很多王国大家都知道这一号人物的台湾一姐，还有渣男王 Wills。 通过七色的号召，我们吸引来了非常多的成员，甚至说有很多成员他的号不在这，但是他愿意在我们缺人或者说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来帮助，比如说珍珠、修哥。当然我们队伍还有一些隐藏的秘密武器，可能需要大家在后面的比赛里来发现，暂时我们就不介绍他们了。要如何向玩家推广这个联盟跟团队？你会如何标签你的联盟？2975现在是一个比较小的 A 国吧，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考虑可能降到 B 组左右，因为考虑到现实生活跟游戏的平衡，可能所有人都未必可以放到那么多时间在游戏上专心打一打联赛，偶尔玩一玩 KVK 的这个状态吧。你们对于进入决赛有信心吗？常胜冠军960已经落败了，对你们来说已经少了一个竞争者。只是说就每一个参与到联赛里的队伍肯定是都有一颗想要夺冠的心，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肯定是带着打入决赛的信念来对待我们后面的每一把比赛的。你不应该讲要打到决赛的那个心，你应该说直接为了夺冠的心。确实夺冠的信念。练习时遇到最大的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比较多的队伍遇到都是配合训练的时间，那你们呢？其实2975我们平时训练量是比较大的，因为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我们是要拿冠军。幸好的是我们成员都是来自中国越南这些地区，那个时区就比较相近，大概是差1个小时，所以我们安排训练的时间都是尽量是可以配合到，但是始终有事跟现实生活平衡，所以有时候我一周打比较多的比赛练习赛时候，有一些队员也是
是没办法出席到全部的比赛，所以也是出席率的问题比较大。那你们一周训练几次？最常训练的队伍是哪一队？跟你们配合训练的？我们一般会每个礼拜训练4次以上，一次是队内训练15打15，然后其他都是约其他队伍比赛的，约的比较多的应该是2489还有2139，都是 DQ39，他们一个比较新的俄罗斯队伍就是比尔，他们是很强的，很值得尊重的对手。但是对我来讲，比尔已经不算是新的队伍了，在去年全球巅峰赛还有之前的奥西里斯联赛都有看到他们。那你的下一个敌人是168，你有信心打败他们吗？如果战胜后下一个敌人就是 GV77，有信心继续打赢吗？有准备什么策略或战术吗？跟168，我觉得我们跟他们的胜率应该是持平吧，毕竟人家也是一支老牌强队了，常年在一战区能保持着不错的战绩，我觉得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如果侥幸战胜了他们，下一轮碰到GV77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双方的临场发挥吧，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训练赛，也是互有胜负的，所以说也没有把握100%胜利的这个宣言吧。对战GV77在策略战术方面，当然我们是准备了很多，并且我们已经在训练赛中投入了使用，保守的其实有挺多套的。那当然也是不能在采访里面讲了，期待你们之后的表现。上次比赛打败了 AO77， 你们认为 AO77 与 GV77 的能力相差多少？因为我们和 AO77 和 GV77 都有过训练赛，我觉得这两支队伍可能在装备上有着些许的差距，因为大家如果关注过960和2377的那一场顶上之战，都会知道 GV77 主要是2377的一些比较牛逼的账号所在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俩更像是2377的两个武器吧。AO77 代表的是一把灵活的轻剑，多变但是也有锋利。GV77 更像是一把千斤的重剑，他们比较稳重，但是又具有杀伤力。他们水平上，我觉得二者是相差不大的。认为这一次的比赛中遇到或我们还没有遇到最强劲的对手是谁？为什么？我认为当时我们比赛遇到的比较难的局，应该是我们32强的时候打846WIB， 还有16强的时候打的那个 AO77， 都是打的比较接近的比赛。后续比赛的话，因为都是 BO1 的规则，所以也不好说。因为主要是看他们各个队伍的创作力，还有他们的打法研究有没有做好。例如今年打的几支俄罗斯队伍的打法也很创新啊，像是 OWR 3176，他们也是不可忽略的对手。还有 GV77、ULT、60MX， 这些也是一些老牌的强队。他们无论是今年打的硬件，还有他们的舞会都是有经验，都是属于顶级的队伍。还有168什么3174那些打比赛也是接连打的比赛也是打得很好，所以每一个队都不可以忽视。非常官方的回答。最后我想补充的就是非常感谢我们2975的团队越南人也都是付出了很多，我们国王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跟很多的人力上的安排，让我们可以组建了一个很好的队伍。我想补充的是，首先我很支持这个王国队，很幸运这个王国的国王和管理层对我们是无限没有保留的支持，以及成员对我们无限的信任，就是不管我们提出了什么方案，他们都愿意接受，甚至说都愿意按照我们所提的来更改。其次，我是想尽可能号召更多的玩家来投入到奥西里斯联赛这一个模式里面，因为它确实很值得大家来探究。另一方面，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探究这个模式，它有什么更好的玩法。而且75DC 的氛围很好，我时常看到75DC举办线下聚会啊。对，这来源于我们的国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吧，然后他正常会喊着2975的朋友们一起去线下一起喝酒一起吃饭，氛围是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 DC， 我感觉就我们的 DC 就是不管是比赛还是什么，就是更像是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那非常好啊，游戏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一起玩游戏，一起快乐。对，所以就觉得这一次我们大家从天南海北来到了2975，是非常的幸运。那期待你们接下来的比赛表现呢，看有没有机会夺到冠军。毕竟在这个赛区呢，还是有很多强劲的对手的，希望你们能够加油。